很多人玩黑神话的第一个困惑，那就是齐天大圣怎么可能会死？通关游戏第6章的隐藏剧情，我终于知晓了答案。其实杨戬根本没有杀死悟空，他也没有能力杀死悟空。简单来说，悟空是自己的。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游戏结尾，老猴子说道：“虽然悟空绝无可能复生，但天地自会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辈，把悟空的根本连同名号一起传下去。这天选的后辈，便是天命人。”很明显，老猴子一开始就骗了我们。他让我们收集6件根器，说这样或许可以复活大圣。从影神图介绍可以了解，在我们之前还出现过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天命人，他总是用一样的姿势，说着一样的开场白，就证明游戏一开场的剧情发生了无数次。老猴子在花果山送天命人出发，又在这儿等天命人回来。他明知道大圣不可能复生，却诱导无数代天命人前去收集6根。您说大师兄死透了，活不回来了？你个老东西，一直在骗我们！从坏结局老猴子给我们带紧箍的熟练度来看，这一幕老猴子也经历了无数次。然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别急，我们接着往下说。在游戏的结尾，我们可以看到老猴子相比之前身后多出了一条神佛才有的羽带。天庭的神仙说他在赌，灵山的佛祖说赌就难免会输。不难看出，老猴子和这帮神佛大佬的关系密切，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。结合游戏里他对八戒亲切的称呼，我猜测他很可能就是金蝉子，因为游戏里唯一一次提到赌，那就是在小西天章节的结尾动画。金蝉子与黄眉赌人性善恶，黄眉变成一只神鳖，来到一座贫穷的村庄。他一上来就向人展示自己肚子里有珠宝，无时无刻都在试图勾起人性的欲望。终于有一天，一名村民在膜拜之时贪念四起，他拿起尖刀猛地向神鳖扎去，瞬间比平常多10倍的金银就从神鳖身体里流出。村民们见此，贪念被无限放大，唯恐落于人后，纷纷上前攻冠。最终黄眉扮演的神鳖只剩下一具白骨，他带着答案找原因，最终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。这回我又赢了，金蝉子。黄眉说那场打赌他输了，神佛们说这次打赌他又输了。然而这次他在赌什么？他真的2次都输了吗？打赌的前门讲老猴子送天命人出发，后面讲他等天命人回来。我想他赌的就是玩家能否找回悟空的最后一根翼。众所周知，游戏的坏结局里我们只找到了悟空6根中的5根，而最后一根翼，按老猴子的说法，他就是天命人自己。这样说也没错，但此时的我们作为翼并不完整，我们并没有领悟到大圣的根本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继承大圣的意志和名号，只能带上金箍重入轮回。但是只要我们完成游戏的所有支线，接连通过众兄弟的考验，就能前往浮屠塔，进入弥勒的画中世界，这里面便有我们想要的答案。有位故人已等你许久了，机缘已到，这最后一幅画便是答案。弥勒口中的故人就是2郎显圣真君。从影神图介绍可知，在妖王们瓜分大圣尸体的时候，真君也拿了一块，只要击败了杨戬，我们就能迎来游戏最精彩也是最爽的一场战斗——法天象地。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游戏的起点，只不过这次他遇到的是没有金箍的悟空。把我逼到这般模样的，果然还是这只猴子。你不在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在骚扰你。正如杨戬所说的，拖欠众兄弟一路是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实际上游戏的每一章都有2郎神的影子。第1章的白衣修士，第2章的黄袍员外，第3章的翠丽武师，第4章的黑手道人，第5章的蒿府力士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提到过一个大哥，这人我可以肯定就是2郎神杨戬。在他看来，悟空的意志必须要交到一个历经磨难却永不屈服的人手上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。如今他以及身后的4大天王，便是给我们的最后考验。
事实证明，我们扮演的天命人已然足够强大，4大天王在我们面前就如同沙袋一般。在一番碾压式的输出过后，杨戬也一同败在了我们手下。被打出原形的杨戬紧接着又吃了我们一拳，随后一团黑雾从杨戬的天眼里流出，这是悟空的记忆，正是义的关键部分。此刻杨戬也认可了我们，随后他把3尖2刃刀送给了天命人，并顺带把我们推出了壁画。至此，我们达成了游戏好结局的关键。当天命人再次击败大圣残躯，老猴子即将给我们戴上金箍之时，悟空的记忆在我们脑中浮现。这一次我们拒绝戴上金箍，其实齐天大圣这一名号更像是他所代表的抗争精神，他所追寻自由的意志，他不贪恋长生不老的佛位，也不屈服于任何天神的威权。这也正是杨戬所说的，一是命锁不住的，一道箍困不住的，以肉身之死换意念永续。至此，一个没有金箍束缚的齐天大圣降临。我们不是悟空，大圣不做夺舍的事情，我们继承的是他的意志。天庭觉得复活的只会是带着金箍的大圣，受天庭制约的大圣，如他们所愿。之前那么多天命人全都失败堕入了轮回，而如今摆脱轮回的大圣出现，从道理上讲是金蝉子赢了，可金蝉子根本就不在乎输赢，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理。他本来就知道人心并非全是恶，是黄眉钓鱼执法，诱惑村民入诸恶的一面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，可悲。他本来就希望有人能摆脱束缚，继承自己大徒弟的意志，因此影神图才这样说，他从来没在赌，也从来没有输。